我们的装修 DIY 视频终于迎来了大工程，那就是拆除。但不是今天，我们在正式开始拆除之前，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第一点要先把所有的电给断了。那么有的时候专业拆除师傅会带电来拆除，但是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先断电。先来测试一下我们电路是否正常，插座开关里面都有没有通电。建议你准备一个这样的非接触式的这样的测电笔，把它调到高灵敏的模式。这样你只要把这个笔头稍微靠近一下插座，就能测出有没有电。接着我们把2轮的这个电闸给拉下来，最左边的这个就是总开关。再把刚才测过的地方都测一遍。即使拉了这个1楼的电闸，会发现有的地方还是通着电，比如这个太阳能的热水器面板，它就仍然通电的，说明这个太阳能的供电系统，不在这个1楼的总闸控制范围内。这样一路一路排查完之后，就能捋清楚了，原来这个楼上的这个总电闸是在地下室，把它关掉，接着把这个太阳能关掉。那只留下地下室的插座和灯。OK， 地下室的开关还有1楼的总开关都关掉了。那么安全起见，我们把这个其他的这个开关也关掉。那我们准备把这个配电箱打开来看一看。好，这就是我们电表箱的内部，看似复杂，其实一点也不简单。但我们其实只要搞清楚一点，我们的整个1楼的电线是从这里进来的，它在逐渐分布到不同的区域，有照明，有这个柜式的空调，还有其他的这个插座厨房和壁挂空调的这个电源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其实只要把这里断开，那我们整个1楼的电路系统就全部失效。切断1楼的所有电路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勘探一下这个墙体的情况。那么核心原则就是承重墙是绝对不能碰的。那么怎么去界定承重墙呢？物业开发商给你的这个结构图纸当中会标明承重墙部分，会用实心的这个墙体部分来显示。同时呢，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测量。这里我推荐可以去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墙体探测器，它可以探测墙体里的一些铁质的金属、非铁质的金属，包括一些交流电的一些情况和木头。那么你所选定的这个探测材质，只要墙体在相应厚度里边有的话，它就会发出一些报警声。报警声越强，意味着东西越明确。我们来试试看。金属探测金属。在这里发出的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急促的这样的一个报警声，说明这下面有金属类的。那么金属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是承重墙，混凝土里边有钢筋。再到这儿，它上面提示的这个金属检测的信号就很弱。那这一段应该就是加气块的墙面是属于可拆的范围。找到承重墙和可拆除墙之间的分界点，把它标记出来，这样做拆除的时候就可以很直观的去判断哪些地方是可以动的，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方法，让你去了解墙体内部的构造。比如说，如果你恰巧也有开发商在建房子时候的一些原始的视频，比如说你家的这个户型在没有粉刷之前，原始的墙体是什么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帮助你去判断哪些墙体是可以拆的，哪些墙体是需要去保护的。
今天啰里啰嗦的说了这么多，我好像只是为了逃避拆除这个事儿。说实话，如果可以的话，真不想自己动手干。但是既然选择了，就必须坚持下去。下期视频我们真的要大干一场，抡起锤子准备搞破坏。